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Esther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，首先是我周五去了一个，就是我爸妈朋友那个小孩一起带那个双城型那个小孩，他说他要去一个 pop-up camera 的那个市场，就是卖二手 CCD 相机，就是那种复古，就是20年前那种老的数码相机，有20年吗？20年那种老数码相机这么一个市场。然后我想说，我不是有每周2.5小时的社交任务吗？我说那行吧，那就去吧。其实我一般，但是有这个任务在。然后我问我 partner 想不想去，他说他有点感兴趣。我说那行吧，就买了票。结果那小孩把我给割了。结果就我跟我 partner 去。我是没想到啊，这么一个屁店大的小的 pop up 市场，居然有这么多美国人要去。就是我们买的票是晚上1点到7点之间入场，然后我们去的时候那里大概排了有20-30米的长队，一批一批人放着入场啊。就是我的清单来买的票，在外面还要排队，排了快1个小时才进去。进去之后呢，我拍的照大概就是这样三个这样大的小角落。I think they slammed it on the. It like slammed on the charger or something. But it works. It's just the fucking picture. 第一个小角落是买最贵的相机，大概最贵封顶是$300，我猜应该是。然后那里的相机就是整整齐齐的摆放在那里，满满的，估计是没有什么人买。第二个角落是抢的人最多的，是$75的相机，就是应该我觉得就是性价比最高的一批吧。然后所有的美国人估计都是冲着那一批相机过去的，挤都挤不进去那个小展台。最后一批相机是没有经过测试，就是里面没有电池也打不开，你不知道它能不能用的那么一批相机，那个就便宜了，$10-20都有啊。然后挺有意思的吧，就是 again 就相当于一个有趣的人生体验。其实美国人也是喜欢占便宜的，没有人不喜欢占便宜，我觉得。就是这个小破相机展居然，我不知道，纽约人好怪，纽约人真的好怪。我跟我 partner 差点他就带了2台回去了，$300一台的。因为我们一开始离我们最近就是最贵那个展台，我知道$300一台之后，我就立刻把相机放回原位。我说我不要，我 partner 觉得他说$300觉得还好，然后成色也还可以。我说你想想看，我们2台就可以买一台，他很想要 Pocket 3那个自拍神器。我说2台就可以买 Pocket 3了，你给我忍住啊！我给你买 Pocket 3都可以，我们不要在这里买2台20年前的老古董好吗？然后我就给他劝说住了。然后大概我们在那待了可能半个多小时就离开了吧，我们就过来瞅一眼嘛，票都买了，就不来白不来。然后第二个想要分享的是，这个是我去年买的那个 Playday 的小游戏机。我发现这小游戏机真的还挺上瘾的，就是我应该就是周五那天吧，我突然很沉迷其中的一个类似蜘蛛纸牌这么一个游戏，然后就我的天呐，等地铁的时候在玩，然后晚上在我们朋友家吃饭的时候也在玩。就这个小游戏机，它甚至都没有一块发光的屏幕，它就是那种最老式的那种数码屏，但是它的分辨率很高，这个还挺有意思的。它让我就是我当时很喜欢它，是因为可能它让我回想起了我的初中吧，我的童年小学还没有 MP3 呢，就是我初中的时候有个 MP3，那个 MP3 上有个小屏幕，可以看电子书，听音乐也要靠它，然后还是一个跟周杰伦摩羯座专辑的联名款，然后就在那个小 MP3 上看完了8部鬼吹灯，就真的是大概是有我2个指甲盖那么大，再大一点的那个屏幕吧，就这么屁丁眼大屏幕，看完了8部鬼吹灯。
然后上面还有一些我电子词典上才会有的那种小游戏，就是什么俄罗斯方块啊、贪吃蛇，然后打砖块、推箱子、连连看、消消乐。到后来我爸把他的旧手机给我用，会在我很沉迷上面的赛车游戏，然后就是这个万恶的蜘蛛纸牌，太上头了，真的。然后小红书上还有一哥们儿也挺厉害的，他在这个上面，他写了一个可以看电子书的代码。其实这个东西严格来说也是可以听音乐的，就是它这里有一个 speaker， 它可以外放，底下还有一个用来3.5毫米耳机接口吧，这个东西是时代的印记。这哥们儿做了一个口袋书的 app， 所以严格来说我还是可以用它来看鬼吹灯的。我还真就在往里放了2部鬼吹灯吧，就看书也可以，它就完完全全的让我回忆起了我童年的快乐。然后继续说回这个 ChatGPT 字幕的事情，真的是没完没了。我发现它首先我让它翻译英文字幕的时候，它有时候会擅自改动时间码。就比如说我现在在说这句话，它可能现在才把那个字幕播出来，或者把字幕提前播出来，就离谱。然后我跟他发出了指令说不要改变时间码之后， ChatGPT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，可能是他每句翻译的句子比我实际上说的句子是要长的，导致我15分钟的视频他只用了13分钟他要把字幕给跑完了。我觉得 what the fuck， 这样 debug 也很难，因为我不知道我不可能一行一行去对着看吧，因为真的应该是有上千行的字幕。说那怎么办呢？我就思考了一会儿，就说那干脆我就一次性给他我一次性只发2分钟的内容让他翻译，这样时间码就不会出错了。我一开始笨了，一开始我是把全部10来分钟的字幕发给他让他翻译，他就会出这种 bug。但如果我2分钟我盯着他看，他就没有问题。然后再更新一下我 backend 那个平面设计的 project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的进度。ChatGPT 它是有图片生成上限的。昨天晚上我在做实验的时候，他突然说你要等1分钟，系统才会让我继续生成。我等了1分钟，我可以跑了。又跑了几张图片之后，他让我再等10分钟才能再继续生成，就居然还有这个流量限制。我就问了一下，我说如果我给你多塞钱的话，你可以让我跳过这个限制吗？他说不行，他说所有人都要等。然后我说那行吧，然后我就切到了 Midjourney。现在这个工作流程是这样的， Midjourney 的好处是它不会有流量限制。我买的是30刀1个月的那个套餐，它能让我跑15个小时，就是15个小时是限制，但是你可以连续不停的跑15个小时。好处是 Midjourney 不会限流，但 ChatGPT 的好处是你方便跟它沟通。就是 ChatGPT 比如说这是我第一张按照那个要求生成的模特图片，然后我说不行，我要一个俯视角，就是你把那个场景给我放在室外，它就立刻可以生成。但你跟 Midjourney 是不能这么沟通的，就是也可以吧，但我觉得它没有 ChatGPT 这么精准。就是你要对这张照片做精准的一些微调的话， ChatGPT 会比 Midjourney 好用。所以我现在想的方法大概是这样，就是我先用 ChatGPT 把那个图片定型下来，定型下来之后，我让 ChatGPT 根据这张定型的图片写一段 prompt， 然后我再把这段 prompt 扔到 Midjourney 里面去跑。我觉得其实 Midjourney 出来的图片是符合这段描述，并且我觉得效果是要比 ChatGPT 要好用的。现在暂定是这个工作流程，我今天准备再继续深挖一下。就是一开始搭建这个 workflow 是最费时间，而且你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见到你想要的成果的这么一个阶段。但好处是你一旦把这个 workflow 搭建完了之后，你
你就只有这一次是最费时间的，你之后只要按这个流程跑都会很快。所以看看吧，看看接下来做的成品会怎么样。OK， 今天大概就这些，谢谢大家 ，See you guys。